大家看，我准备起跑了，这是新的界面。刚才我做了个小实验，在这个手表同时配对了 Stride 和高驰的2代 Pod 之后，在等待起跑的时候，这2个外设的 logo 都会在屏幕上闪烁。但是呢，一旦连接上的时候，就会显示 Pod， 就 Stride 就不显示了。然后呢，我猜测它可能还是只能同时连接一个，因为毕竟有很多重复的数据。这个具体的测试我会放到我的热身跑，就是休息日那天的时候，因为今天还是正常训练，所以今天呢还是连接了 Stride。顺便呢，正好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些外设带来的数据，还有手表带来的数据，好吗？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训练了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31号星期四清晨，8月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开学了，是不是？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听花儿有个歌就叫8月的最后一天。这个月也是只跑了400多公里，但是感觉比去年确实比去年跑500公里的时候状态要好，训练的节奏也要好。今天就如开篇说的，咱们聊聊数据，聊一下佳明、高驰、苹果，还有高驰的 Pod 和 Stride 这几个设备，主要聊他们都在哪些方面可以提供哪些数据，还有我怎么看这些事儿。跑马拉松的程序员嘛，对吧？又往南边跑了，那个前面过了这个楼，就这个街进去就是通天阁。那天视频数据那个连廊就是前面横着的那条路，南北走向那条路。看，又通天阁，就是那一集基德站在上边，让城市都停电了，就这上面，哼。行，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干！又跑来大阪城了，总是在大阪城收尾。而且如果不跑大阪城这一段，就是从我家到大阪城还有回这一段，几乎我的那个路线起伏特别小，还是得多练练起伏多的路线。从前天开始，我 Strava 上的数据、轨迹、配速、距离都是来自于高驰的 Pace 3了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我 Strava 的路线是隐藏了起终点的，但是过程中都可以看，你的地图能放多大就可以看多大。今天就说一下这个。目前呀，跑步数据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大家常见的数据，就是有史以来都能被记录的数据，像配速、距离、轨迹这些。后来呢，慢慢的有了步频，再后来呢，有了步频就有了步幅嘛，对吧？这时候步幅就牵扯一个问题，是计算还是记录？显然计算更准确，因为步频要比步幅好记录得多。步频记准了，距离记准了，步幅就算出来了。之后有了心率，之后有了光电心率，之后又有了我总说的2代数据，就是动态数据。之后又有了功率，只是针对跑步，针对自行车早就有功率了。现在基本上是2个方向，一个方向现在佳明和苹果是可以一块手表把这些数据全都有，咱们不说是记录还是运算，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更偏向运算。因为像用手表记录动态数据，比方说垂直振幅、触地时间，甚至是左右平衡，这些
就好像我总说用光电心率记录心率一样，它都是有形式上的天花板的。就人类科技如果没有绝对的突破，所谓绝对突破就是现在没有想到的东西，光靠堆料，我觉得就是已经摸到顶了。从形式上看，它就不可能太准。我只是说这种形式，并不是说哪个厂商不好。那厂商希望去尝试，肯定也有他希望去尝试的市场基础。很多人确实是希望又想看这些，又不想太麻烦，或者不想太高成本。我只是告诉您，您看到的数据是怎么来的。之后另外一个阵营就是像现在高驰，或者是用苹果的手表，但是用第三方的软件，或者是其他的运动手表，靠传感器，靠第三方的传感器或者自己的延伸出来的传感器。今天我们只说高驰的 Pod 2和 Stride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这两个区别是 Stride 是绑在鞋上，当然了，也可以绑在就是腿上，但是不推荐，非常不推荐。而高驰的 Pod 是可以绑在后腰的腰间，或者是鞋上。还有一个是佳明的自己的心率带，就是胸带绑在胸口。这三个设备都可以记录动态数据。有什么区别呢？ Stride 主打的是跑步功率，之后它额外的数据能记录触地时间、步幅步频、垂直振幅，还有新一代的 Stride 可以记录温湿度，而且在鞋面上的东西记录温湿度要比手腕上的我觉得更准确一些，因为不受体温干扰嘛。其他的数据像 Stride 新出的那些数据，包括之前的什么下肢刚度，这些也几乎都是大量的运算的数据。还有姿势功率，姿势功率就是您没有用在跑步上的功率，就没有用在前进上的。这些都是半记录半计算，甚至是更多是计算。然后高驰的 Pod 第二代能干什么？它在不同的位置干不同的事儿。哦，对了 ，Stride 还可以是关键的记录距离和配速，而且新一代的 Stride 其实是很准的。高驰的 Pod 2呢是这样，在鞋上的时候，它主要是用作官方的说法是配速的校正和响应时间、响应速度、灵敏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 GPS 信号不好的时候，它会校正你的配速，不会让你一下飘出一个2分多的1公里。还有就是你在停下来，突然加速、突然减速、步频突然变快、突然变慢的时候，它的反应显然是要比 GPS 快得多的。这个就是我说的，不是 GPS 做的不好，是这种形式它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没法做好。你说比方我现在突然我这样一加速，那 GPS 是不可能马上反应过来的，因为它得是距离和时间才能算出速度嘛，对吧？那得有时间呀。而你在脚上的一个传感器，你脚动得快了，它马上就知道快了，对不对？虽然它传递一个速度也需要时间，但是这个时间它不用那么长，因为对 GPS 来说，你如果1秒就是1米一算没有意义，因为它的误差是固定的，然后呢，你测的距离越短，误差占的比例就越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这么想，在汽车上放个 GPS 和你跑步同样一条路线，汽车最后测出的距离肯定比你准，因为汽车快呀。这是形式的局限性。咱们接着说 Pod 2啊，在鞋面上主要是这个功能。
然后如果放在腰间的话，就是可以有垂直振幅、触地时间，它还像佳明的心率带一样有一个左右的平衡这些。但是我比较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在鞋上的时候是没有触地时间的？这个不知道厂商是怎么想的，回头我问一下。所以呢，看起来如果您的 GPS 足够好用，大多数情况下 POD 2别在腰间获得的数据会更多。但是呢，如果配在腰间呢，它就无法做距离和配速的校正。像其他的，无论是在脚上还是在腰上，我猜想对步频它都会有一些校准，因为步频其实是最好测的东西。所以这样高驰的 POD 2和 Stride 的区别就是 ，Stride 唯一不能干的就是左右平衡，因为它只有一个，其他的它放在鞋面上就可以干 POD 2放在鞋面上和后腰上同时能干的事情。哎，今天星巴克只有那位就是坐轮椅的先生在排队。然后就是最早出这种监测设备的就是佳明自己的心率带。为什么我老叫2代数据呢？因为好像是2015年推出的，他们先叫的2代数据。佳明的心率带是可以测垂直振幅、左右平衡、触地时间的。基本上我说也就主要就是这3个数据。然后咱们说说功率。功率直接计算、直接测量得到的，当然也是通过半计算啊，就是 Stride， 并且现在 Stride 被认为应该是跑步功率测量最精确的。苹果、高驰和佳明都有功率，都是计算功率。高驰和苹果与 Stride 的数据相比，差距很近，甚至没有。佳明的偏高，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还在用 Stride？ 是因为其实我不用 Stride， 用 POD 2别在腰间，我应该什么都没有损失在这个数据上，而且呢成本便宜了很多。用 Stride 的原因是，只有你用它，你的数据才能传到 Stride 平台上，才能用它的一些东西来帮你算你的阈值功率，帮你预测比赛成绩。所以呢，希望高驰这边对功率多下功夫，也可以依照它来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计算模型已经很准确了。然后我怎么看这些数据呢？我觉得大家最容易痴迷的就是左右平衡，因为就这数可以比。你一看，哇，差1%怎么办呀？左右平衡它是怎么测的呢？你看我现在1步、2步、3步、4步这样落地，它就是看，其实根据你两边落地的触地时间和腾空时间来算的。这东西不可能每个人都50%。这个数据我觉得其实，如果您的姿势在别人看来看不出毛病，没人跟您说您不平衡，那就可以完全忽略，真的不用太在意。其他能测出来的数据，无论是触地时间、垂直振幅，还是步幅这种东西，都不是你看到数据想改就能改的。或者这么说吧，如果你练到了真的需要数据那一天，你才真的需要数据。我现在需要看我的步频和步幅，我知道为什么，我知道我需要往哪个方向努力，但是我已经练了8、9年了。一开始您看到了也没有用，但是我为什么鼓励大家记录呢？就是你可以回过头来回忆，有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清楚、什么都不需要的时候，就先把它记下来，将来它是一个回忆而已，并不是说它真的能记录这个的人就比不记录这个人跑得快，真的不是的。
只不过现在记录的成本越来越低了，最贵的也不过就是 Stride 了，200多刀，最贵的了。如果您不是学生，有正常的收入，问题都不大，因为它能陪伴您好长时间，质量上我觉得没问题。差不多，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聊的。我会选择什么方案呢？我现在应该还是会选择高驰的 Pace 3加上 Stride， 因为我需要 Stride 的那个平台帮我去做功率的运算。大家如果没有这个依赖的话，我现在的配置建议是，如果您是用高驰的手表，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一块表就够了，加一个心率带。如果能买到呢，配一个 Pod， 高驰自己的那个。建议的配搭位置是腰间，也就是这样了。如果您是佳明的用户，手表能提供所有数据，您觉得这个可以，那单一块手表也没问题。如果是佳明的用户，买心率带，如果您能接受胸带，就买佳明自己的胸带，是可以提供额外的数据的。苹果的用户呢，强烈建议就是，如果你想用 Apple Watch 严肃训练，那就是 Apple Watch 加 Stride， 我觉得目前没有之一，但是成本会比较高。这一套加上，你们看我评测那期对比的是数据 ，Apple Watch Ultra 加 Stride 快上万的设备了，大几千的设备了，对吧？然后另一边的数据是 Pace 3加高驰心率臂带。2000多的设备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各自取舍嘛，是不是？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8月31号星期四清晨，7:07训练结束啊。今天是第2个训练日，还是跑一个半程马拉松，轻松跑，但是今天匀速。看这边的数据啊，21.12公里。1小时43，平均配速4分53，运动表现优秀，训练负荷中等。之后我还写了个脚本，把佳明上的几千个，大概是4000多个运动数据全都下载下来了，原始文件。就我所有的数据最全的就是在佳明和 Strava， 就不管用什么平台都会同步到这2个平台上一份。因为我老说生态，就是你可以随便的上传和随便的下载才是生态的一部分嘛，不能说是全部。像 Strava 那种公开 API 的会更好。然后打算传到高驰上，已经开始传了。我昨天跟高驰的小伙伴开玩笑，我说我传上去的数据还有2014年的了，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高驰呢，感觉还是挺魔幻的哈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些数据，陆续的我会带来一些简单的小教程，分享一些小的工具，好不好？那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天气真的凉爽下来了，你看跑完刚一小会儿，汗已经干了，很舒适的秋天就要来了。大家加油干，加油干，迎接秋天的赛季了，是吧？那咱们明天见。